唐君业倒是没有关注过儿媳妇的公司版图有多大，他只知道儿媳妇的蔬菜公司生意早就不上了正轨，与很多大酒店、学校、大集团都有合作。也知道海桐最看重的是蔬菜的质量，菜场尽量都用农家肥，到处收买农家肥，用农药也要求能少用就少用，能不用就不用。负责管理菜场的人都是有着10几年以上的种菜经验的人。海桐说了，他公司里的蔬菜要供应各大学校的饭堂，学生是祖国的花朵，祖国的未来，他不能为了赚钱而坑学生，所以要让学生们吃得放心。他要是去了菜场，也会从菜场摘点菜回来吃。身为老板的他都会吃菜场种的菜，自家公司的食堂、菜场的食堂，要吃的蔬菜也统一从菜场里摘回来。要吃进自己肚里的菜，谁敢乱打药？不都小心再小心。虽然这样做导致菜场的蔬菜生长没有那么快，但架不住海桐等人才大气粗，租的荒田多，好几个大菜场，分批次种的各种蔬菜很多，能够保证供应给各大客户们。现在海桐和小军怀着身孕，不方便到处跑了，主要是他们的男人舍不得他们再到处跑。商小飞虽然还能到处谈生意，但是商小飞毕竟是个千金大小姐，在对田地、蔬菜等农作物的了解是不如海桐的，她主要是负责谈生意。故而现在还没有添加菜场，就目前那几大菜场先维持着公司的正常运转。不过商小飞已经到处看的了，只要有荒田数量多的，他都会跟2个合伙人商量，然后海桐抽空跟着他出差，去看看田地，再签订租种合同，打造新的菜场，投入种植使用。由于菜场都是租用的田地，不是长期的，3位当老板的人商量过了，现在他们公司早就开始盈利，赚到了钱他们再投资其他生意，这样以后蔬菜公司因为无法再继续租用田地而要关门时，他们依旧有其他产业，重点也是投资其他项目了。你说的也对，咱们海桐是自己创业，创一代，欧阳雅是接管家族事业，属于富安代，跟海桐是不一样。海桐以后还要接管我们家的很多小生意，经过长时间的历练，她会比现在更加的强大。经丈夫安慰后，唐君业心稍安，没那么担心长媳会被次媳压一头了。老六和老大兄弟感情好，想来他们的老婆以后也能相处得很好的，相信老太太的眼光。唐君业自我安慰了一番后，对丈夫说道，咱们俩的私产多分点给海桐了，阿印是长子，彤彤是长媳，这放在古代，家产大部分都是交给长子继承的呢。战丽荣笑道，私产是咱们俩的，我们想怎么分，孩子们都不会有意见。怕就怕，怕什么？怕老六他们有意见。战丽荣说道，我是怕咱们的儿子都不要咱们的家产，2个儿媳妇又不是好吃懒做的人，她们都是新时代的女性，自己能赚钱，有担当，怕是从来没有想过继承咱们的家产呢。别人家的可能会担心小辈老想着瓜分长辈的财产，但在战家，长辈真不用担心那些，反而要担心小辈不肯要他们的钱。阿印几兄弟就是老九未成年，他都不差钱，也会用钱生钱，老九每年收到的红包钱，他都交给了他几个哥哥帮着他投资。钱生钱，老九年纪最小的，他都有不少的私房钱了。那几个早已经进入社会，或是打理家族生意，或是自己创业，哪一个不成功的？他们的身家都不菲，说不定真看不上咱们2个老家伙的那点私产呢。唐君业，那我都留给我的孙辈，就像老太太一样。老太太在儿子都结婚后，将她的私产分了一次的，分给儿子儿媳妇们。不过除了儿媳妇们收下了老太太赠送的珠宝外，其他私产儿子儿媳们都没有要他老人家的，让他老人家使劲的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
老人家一个人能花多少钱？他儿孙满堂，个个孝顺。仅是儿孙们的孝顺，他老人家都花不完，干脆就用来投资。能教出战印这么优秀孙子的老太太，他投资就没有亏过，结果就是私产越来越多。老太太说了，以后都留给他的9个孙子，除了战印这个长孙会分得稍微多一点，其他8位孙子都是一样多的。孙子们要不要他就不管了，反正他立的是遗嘱。等他老人家一死，律师按照他的遗嘱办事，谅孙子们也不敢拒了奶奶的安排。海彤不知道婆婆会在担心她，这个长嫂以后会被弟媳妇压一头。她在自己的公司里忙活着，期间看到小叔子发的视频，在群里问了几句，知道小叔子明天下午才复试，她便没有再问下去。有结果了，老六会在家人群里说的。下午3点多，海彤结束了工作，对商小飞说道：“小飞，我去幼儿园接洋洋了，洋洋4点便可以接回家。他现在出门去幼儿园，到了幼儿园刚好4点过，可以接洋洋。商小飞恩着你去吧，让司机开车慢点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去做产检？我陪你去。”海彤还没有说话，他的秘书就笑着应了商小飞：“商总，海总要去做产检，肯定是战总陪着去的，你就别和战总抢了。”商小飞也笑：“我真要和战印抢，战印都得给我让位。不过看在他对我们彤彤那么好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他争了，留他陪着彤彤去做产检。”海彤笑道：“约好了时间的，战印也早就安排好了，他会陪我去。战印说的孩子是他们夫妻共有的，孕育孩子的苦，他无法与他分担，但他去做的第1次产检，他必定陪同。对于大忙人战印来说，妻子产检，他每一次都陪同，是很不错的了。”商小飞羡慕的道：“彤彤太幸福了，你就是我们女人幸福的楷模，我们以后过得幸不幸福，以你为标准。”秘书说道：“商总可以以海总为标准，我们普通人就算了。”商小飞打趣的道：“小红想嫁人了吗？我帮你介绍男友怎么样？保证能让你后半生也过得很幸福。”海彤的秘书姓洪，是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姑娘，刚成为海彤秘书不久。洪秘书笑着婉拒：“谢谢商总的好意，我在大学里就谈了男朋友，目前感情很稳定，暂时没有换人的打算。你男朋友在哪里上班？”商小飞八卦了一句：“刚入职了一家小公司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干下去。他说薪资待遇都不如我。”提及男朋友，洪秘书的笑容染上了几分忧愁。她是和男友的感情很好，但是男友在找工作上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，还喜欢跟她比较，总觉得他一个大男人的收入不能比他这个小女人的少，少了就是丢脸，但是想强过他。男朋友跟她一样都是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，没有太多的经验及极好的才能，能找到一份与自己所学专业有关的工作就很不错了。多少人最后找的工作与自己所学专业完全无关的呢？为了生活能找到工作就很不错了，哪里还敢嫌弃？这年头大学生真不缺，而好工作却很缺。公司福利好，有发展前途的招个人，很多竞争者，她的男朋友倒是想进那些大集团，可惜的是竞争不过别人，最后只能入职了一家小公司。小公司给的福利待遇自然比不过她进的公司，她的老板可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另2个老板也都大有来头，公司前景一片光明，老板们在工作上很严肃严厉，但私底下却是和善人，只要他认真工作不犯错误，对他这个新来的小秘书都是温和的。商小飞和海彤都属于感情的过来人了，他们看到洪秘书的表情，在听着洪秘书简单的说了句她男友的话，2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都有一种洪秘书最后会和男朋友分手的想法。刚工作工资是不高的，
你也是过了试用期，表现得好才有这样的工资。叫你男朋友认真工作，只要认真努力，在小公司里也能发光发热的，工作时间长了，收入就会高一点的了。海童说了几句，然后拿起自己的包，对小秘书说道：“小红，你做事吧，我去接洋洋了，有什么事再给我电话。彤彤，你接到洋洋后不回公司了吧？去小军那边吗？”商小飞问了句。接到洋洋，先带他去陆氏一趟。洋洋要去看东明哥，然后再去接站印下班。怎么，你想请我们医生俩吃饭？海童笑着反问商小飞。商小飞笑道：“我请你们吃饭，你们也不会去的。就是我想洋洋了，要不晚上我们去吃火锅，天气冷，吃火锅最适合了。”海童想了想后答道：“也不知道站印晚上有没有空，等我问过他再回复你。看吧，请你吃饭都不能马上答应我。”海童笑：“我们不去的话，你和君武少吃烛光晚餐，浪漫浪漫。我们经常吃烛光晚餐，吃的次数太多就不浪漫了。”海童满满的一股炫耀风，羡慕死人了。我走了，等会儿洋洋又怪我去得太晚。海童挽着他的包走出了办公室，从公司到幼儿园也就10几分钟的车程。到了幼儿园门口，已经停满了各种豪车。洋洋就读的这所幼儿园是管城最好的幼儿园，能入园的小朋友家里非富即贵。每天接送孩子的时候，停在幼儿园门口的车辆如同豪车车店一样。海童下了车，走到门口去，先将接送卡交给了一位老师，然后就等着老师带洋洋出来。在等洋洋出来时，他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并没有看到那位龙太太。今早他送洋洋上幼儿园，也没有见到龙太太，现在也没看到龙太太的身影。最近经常能遇到龙太太，今天忽然没有看到对方。海童忍不住想，难道是他和云初多心了？龙太太真的是龙太太，并非宁思琪。龙太太的声音和宁思琪很像，真的是巧合。海童拿出手机发语音信息给宁云初，低声问宁云初：“云初，你那个妹妹今天有去找你吗？”“没有，她经常都不见人，没钱了，就会跑到我的花店来吵闹一番，想要钱。当然了，宁云初不会给钱宁思琪的，只要宁思琪跑到春暖花开来闹事，他直接吩咐保镖将宁思琪轰出去。宁思琪这么年轻，有手有脚的，想花钱自己挣钱去，谁会养他一辈子？就宁思琪这性子不改的话，以后天磊给他分点家产，他都能败光。宁天磊向着大姐，不想给二姐那么多钱，也有着想借此逼迫着二姐成长、自力更生的意思。只是二姐始终不能理解和明白他的苦心，见了面就骂他偏帮着大姐。每次挨骂，宁天磊都在心里抱怨父母将二姐养废了。怎么了？宁云初事实上也不在花店里，他中午离开管城前往公司，此刻他在公司里。也没什么，我平时送洋洋上幼儿园，总能遇到龙太太，好像她刻意与我偶遇似的，今天没有看到她。宁云初马上就明白了海童的意思，他说道：“我让人去找宁思琪，你找他没用，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同一个人呀。”宁云初想了想后说到：“上次在文家的宴会上遇到他，他好像留了联系方式。文小姐应该知道龙太太住在哪里。我现在不在管城，我回了公司，过几天才能回去。如果宁云初此刻在管城，他去找妹妹，再拜托文若曦去拜访一下龙太太。龙太太在，宁思琪不在，宁思琪在，龙太太不在，时间线刚刚好的话，完全可以怀疑龙太太就是宁思琪假扮的。龙太太说话的声音和宁思琪一样，她的身形也特别像宁思琪。宁云初也很想证明一下，
两者是不是同一个人？如果是同一个人，不用问，也知道是宁思琪找到了靠山，换一种身份接近他们，想报复他们吧。姐妹之间不可能和解，宁思琪是恨毒了他和海彤的。海彤说到那这次证明不了，无妨，还会有机会的，只要他是装的，总会有破绽露出来。文小姐对龙太太或者你妹妹都不了解，让她出面无法证明什么。宁云初恩着那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试探试探。我感觉龙太太就算有目的，也是针对你的。我偶遇她的机会很少，反而是你经常能看到她。每次在幼儿园门口遇到她时，你可有看到她的小姑子？海彤答道没有看到过。每次她都说她小姑子还没有出来，或者说刚送进去，也不知道她是真的送小姑子，还是撒谎。下次再看到她，我躲回车上看看她是否真的接到小孩子。你公司里有事？海彤换了话题，就是开会处理一下重要的文件。我现在能看见了，总要回来看看的，不能什么事都推给莫大哥帮我。我大嫂怀孕了，公司的事不让莫大哥操那么多的心，他多点时间陪我嫂子。听到莫太太怀孕了，海彤笑着向宁云初道喜，恭喜你要当姑姑了。云初笑，谢谢，就是知道我嫂子怀孕了，所以我回公司看看，也看看我嫂子，给嫂子买了很多营养品。虽说她和莫东浩不是亲兄妹，相识10几年，莫东浩是她最信任的人，也最忠于她，她早就是莫东浩为亲哥哥的了。莫东浩以前对她的感情可能渗杂着一点男女之情，现在绝对没有的了，他是真的把她看成妹妹。他有了战一晨，莫大哥也有了贤姐，两个人已婚，如今贤姐还怀孕了。莫大哥的小家庭很幸福，从知道他和战一晨在一起后，莫东浩也很放心了。那是要的，你先忙，我接到洋洋就带他去一下东明哥的公司。有事再联系。宁云初主动结束了通话。宁云初刚结束了通话，洋洋就从幼儿园里出来了。小姨看到海彤，小家伙总是咧嘴就笑，然后背着他的小书包，小跑着奔向海彤。海彤上前几步，等小家伙跑出来了，他牵住外甥的手，向老师道再见。洋洋的额头上贴着一朵小红花贴纸，他很开心地对海彤说道：“小姨，我今天表现得很好，老师奖我小红花了。”哦，是吗？洋洋真棒。海彤牵着他走，笑着夸赞他一句。还有一张奖状。洋洋说道：“奖状在我书包里。”是什么奖状？好孩子的奖状。海彤笑道：“每个小朋友都有的吧？”洋洋默了默后应着似的。每个小朋友都是好孩子，咱们洋洋特别是好孩子。小家伙喜欢别人夸赞他，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。海彤了解得很，当即又夸了他一句。洋洋小脸上的表情变得愉悦。上了车后，海彤才帮他拿下了书包。小姨，我要跟妈妈视频，告诉妈妈我得到了小红花和奖状。洋洋边说着边从小书包里拿出了奖状。他又对司机和保镖说道：“叔叔，我有奖状。”司机和保镖笑着夸他。海彤拿出手机打了视频通话给姐姐。海林好一会儿才接了电话后，他低声说道：“彤彤，若没有急事，等会儿我再打给你。现在正和客户谈着生意。”好，姐，你先忙，我们没什么事。接到了洋洋，他拿到了一张好孩子的奖状，想告诉你。海林笑着：“洋洋真棒，等会儿我再打给你。”姐去忙吧。妈妈，你去忙，多赚点钱给我读书。海林笑好，洋洋要认真读书，听小姨的话哦，不能调皮。调皮就让小姨拿衣架打你小屁屁哦。洋洋缩了缩，我很听话的。然后他抢先挂断了视频通话，生怕妈妈的衣架会从手机里钻出来。
打他的小屁屁。事实上，他没有被衣架抽过，他做错了事，妈妈或者小姨都是口头上教训他，然后再跟他讲道理，讲为什么不能那样做。他是听龙婷说过，衣架抽得很痛的，龙婷被他师公抽过，练功没练好，或者背书背不好，龙婷的师公就会用衣架抽他。龙婷说他会跑，跑得很快，师公教他的功夫他都用上了，有时候师公都追不上他。洋洋听得颇有点羡慕，羡慕龙婷能跑得那么快，他都跑不过一丈，不要说一丈了，就是小姨他都跑不过。他也学了一段时间的武功，妈妈说他再学过几年，看看能不能打得过小姨，学个10几年能不能打得过一丈。小姨的功夫都很厉害的。小姨老师说很快就放寒假了，放寒假你能带我去找龙婷玩吗？洋洋忽然问着海童，上次龙婷过来时跟我说过的，放寒假他能回来约我一起玩。小屁孩也有意的。海童想了想后说到这个，小姨暂时还不能给你答复，你等会儿见到你姨丈了，跟你姨丈提一提，看看你姨丈同不同意。他同意了，小姨再带你去风尘山庄。她已婚又怀着身孕，出远门总要跟丈夫说说，征得丈夫同意才好。坐稳了胎，未到怀孕晚期，出远门应该没事。洋洋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他将奖状塞回了书包里，然后小身子就往海童的怀里钻，声音软软的，小姨，我好想你，天天都能见到小姨。我在幼儿园里很想你，也很想妈妈，还有一仗陆叔叔我都想。海童轻笑，你在幼儿园里玩得那么开心，还能想着小姨啊，看来洋洋很喜欢小姨。我最喜欢的是妈妈，然后就是小姨，第3个是我姨丈，又是陆叔叔。在小家伙的心里，陆东明的地位和战印是一样的了。海童搂抱着他，小姨也最喜欢洋洋。小姨以后有了小弟弟，也会一直喜欢洋洋吗？当然了，洋洋在小姨心里是独一无二的，一个外甥，一个儿子，位置是不一样的。小家伙不懂这些，他也没有必要说得太详细，反正小家伙知道他在他心里的位置很重要就行。海童带着洋洋去了陆氏集团，洋洋在陆东明的办公室里玩了一会儿，惦记着寒假去风尘山庄的事。洋洋很快就让小姨带他去战氏集团找他的姨丈。陆东明笑道，洋洋就是嘴上说喜欢陆叔叔，来了没2分钟就要去找你姨丈了。他关掉了电脑，撑扶着办公桌站起来，走了2步便坐到了轮椅上，自己操纵着轮椅前行，说道，走吧，我也去，正好有个项目要跟你姨丈谈谈。海童本想推一下陆东明的，陆东明拒绝了他的帮忙，我换成了自动的了，自己可以操纵着前行。海童笑着，东明哥早该换成自动的了，早就换成自动的，现在都还拿不下你姐的芳心。他还觉得陆东明粗犷，性格大大咧咧的，没什么心机，是他错了。能打造一个陆氏集团，并让陆氏集团市值100亿以上，陆东明怎么可能是个没有心机的人？这些大老总们个个都是城府深、手段了得的人。洋洋，来，陆叔叔抱你。陆东明也不介意说出心机话，现在他和海玲的感情很稳定，现在叫海玲和他去领证结婚，海玲都不带犹豫的了。况且追妻嘛，总要耍点心机的，战印追妻不也耍过心机？洋洋看了小姨一眼，见小姨没有阻止的意思，他立即欢快地爬上了陆东明的大腿，坐在陆东明的怀里。海童拉开了办公室的大门，让陆东明的电动轮椅出去。等陆东明出来了，他拿着洋洋的小书包，跟在后面走着。在电梯口遇到了一位前来找陆东明谈生意的女客户，那女人年纪跟陆东明差不多，
画了个精致的妆容，让她看上去显得很年轻，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。一身女士西装让她看上去精明能干。她带着女秘书来的，两个人一出电梯就看到了陆东明。陆总，客户微笑地打招呼，然后带着秘书走出电梯。见到后面的海彤，他眼神晦暗不明的，倒也客气地和海彤打招呼：“战大少奶奶。”张总，海彤认识这个女人，在宴会上遇到过几次，偶尔在管城大酒店也能遇到。同混商界，大多数都是熟面孔了。战大少奶奶认得我。海彤微笑着，张总这种女强人，每次出场都给我一种很强悍的感觉。我对张总印象挺深的，女强人不仅精明能干，也颇为强势。张总现在打理的公司是他亡夫留下来的，亡夫去世后，公婆年纪都大了，没有能力再打理公司，他的儿子年纪还小，也没有办法接管公司，他不得已出面接管亡夫的所有生意。原先他只是一个养在内宅里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太太，不太懂生意上的事。在丈夫去世后，她接管公司，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委屈。好在她终于站起来，将亡夫生前的生意都稳定住，也掌控在自己的手里。几年时间，她也从一个只知道花钱的富贵太太变成了商界女强人。张总校战大少奶奶才是让人过目难忘的。海彤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她没有出色的家世背景，嫁给战英后才认回了大姨。大姨虽是商太太，但商家的一切是与海彤无关的，不过是多了一位娘家长辈而已。她这样的家世背景能嫁给战印，真的是修来了8辈子的福运。大家能记住她，就是因为她没有出色的家世背景，却能嫁给战印，还在战家站稳了脚跟。在还没有怀孕之前，外界总是说海彤不能生育，但战家上下都维护着海彤。谁敢说海彤不好的话，战家人都会开撕。听说战印的亲妈其实不太喜欢海彤的，但是谁敢说海彤的不是？当婆婆的可以连形象都不顾，也要撕逼维护着海彤。谁不羡慕海彤？因为羡慕嫉妒恨，故而大家很容易就记住了海彤的样子。张总也曾经感叹过海彤命好，他内心嫉妒的反而是海玲。海玲离过婚，还有个儿子，却能得到陆东明的喜欢。陆东明不够帅，脸上还有一条刀疤，属于破了相的男人，为人也粗犷，比不上战印和苏南他们。但是陆东明有能力，资产100亿，在张总的眼里，陆东明是个很好的男人。她没有了丈夫，也想过找个男人陪伴自己，但又怕别人图她的钱。虽说现在家里都是她说了算，她骨子里头还是很传统的，认为她继承的是夫家的财产，以后就要交到儿子的手里，儿子身上流的是夫家的血。她不允许自己后面找的男人肖想亡夫家里的财产。不过她要是找到一个财力相当的、人品好的男人，就不用担心对方肖想他亡夫家里的财产。张总考虑过陆东明，只是没来得及有所表示，就传出陆东明爱慕海玲的话。之后陆东明的所作所为也印证了传闻，他是真的爱上了海玲这个离谱女人。张总内心有着说不出来的失落，这就是他看到海彤时眼神晦暗难明的原因。没有海彤，陆东明和海玲就不会认识。其实大家都错了。海玲遇到陆东明时，陆东明并不知道她是好友的大姨姐，那会儿战印还隐瞒着身份呢。他们俩偶遇了数次，海玲也撞了陆东明的车子。后来知道海玲是战印的大姨姐后，陆东明还向好友吐槽过，说好友的大姨姐专挑他的车子来撞，搞得他开着豪车出门，小心翼翼的，生怕海玲突然冒出来又撞上他的车。陆总这是要出去，我们约好了见面洽谈的时间。
张总提醒着陆东明，现在他不能走，他们的生意还没有谈妥呢。陆东明歉意的道：“张总，我现在得去一趟战氏集团，我让我公司的副总接待你吧，你跟他谈也是一样的。”说着，他就要打电话给副总。张总说道：“陆总现在要去战氏吗？那改天吧，改天我们再谈。”张总想接触的人是陆东明，不想与副总打交道，真让副总接手了，以后他来陆氏集团就不好找陆东明了。海玲是离婚女人，她是死了丈夫的女人，大家都有个儿子，但她比海玲更优秀。张总觉得他该为自己争取一下，他比海玲优秀，争取一下胜算较大。趁海玲不在管城，海彤美眸闪烁，一声不吭。陆东明笑道：“张总不着急的话，那就改天再谈，真对不起，让张总白跑一趟。”张总也笑：“没事，陆总先去处理更重要的事情。谈生意合作，不都是跑上好几趟，甚至10几趟才能谈成功，有时候跑上10几趟都不一定能谈妥呢。”张总的秘书重新按开了电梯门，张总很自然地走到陆东明的背后，就要推着陆东明进电梯里。陆东明拒绝得到：“张总，不用了，新的轮椅是全自动的，我自己可以操纵着往前走。”张总笑笑，缩回了要推轮椅的手，微笑地看着陆东明抱着洋洋进电梯。陆东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粗犷，加上脸上的刀疤，显得有点吓人。但是与他相处过后，才知道他很喜欢小朋友。瞧他对周阳多好呀，亲生父子也不过如此。陆东明能视周阳如亲生子，对周阳那么好，要是他能从海玲身边抢过陆东明，陆东明也会对他的儿子很好的。他的儿子比周阳还大上几岁，已经上小学，略懂事了，理应比周阳更容易相处。周阳太小了，3、4岁的年纪，狗都嫌。等陆东明进入了电梯，张总偏头微笑地对海彤说道：“战大少奶奶请。”海彤也不跟他客气，跟着进了电梯。张总带着秘书最后进的电梯，很快电梯下到了1楼。张总不紧不慢地跟着陆东明往外走，时不时和陆东明聊聊他们之间要合作的项目，总之就是不让海彤或者洋洋有机会插话。直到出了办公大厦，陆家的保镖看到自家4少爷出来了，走过来推着陆东明往他的车子走去。张总才停下来，跟陆东明说了声改天再见，也扭头向海彤说了声再见，然后带着秘书走了。同为女人，海彤也有身为女人的敏感，她感觉张总对陆东明有想法，陆东明还不知道的那种。这只是海彤的猜测，她当然不会跟陆东明说，想着晚上等姐姐有空了，跟姐姐说说。陆氏集团离战氏集团不是很远，未到下班高峰期，街道上暂时还不会堵车。一行人很快便到了战氏集团，走进办公大厦，遇到了往外走的苏南、东明、海彤。苏南身后还跟着几名管理，他们都一一向陆东明和海彤问好。苏叔叔，洋洋看到苏南就从陆东明的大腿上滑落，开心地奔向苏南。战氏集团的人都知道这个俊俏的小家伙是总裁夫人最疼爱的外甥。洋洋又经常跟着海彤来战氏集团，全公司上下都记得这个小家伙，也很喜欢这个长得俊俏又嘴甜的孩子。跟在苏南身后的那几个高层管理都含笑，眼神温和地看着跑过来的洋洋，看着洋洋被苏南一把捞抱起来。洋洋想苏叔叔吗？不太想，我要想的人太多了，一下子想不到苏叔叔。众人都笑了起来。苏南轻弹一下洋洋的嘴巴，笑道：“苏叔叔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要想的人太多，都轮不到苏叔叔。苏叔叔可是很想你的。”洋洋俏皮的道：“我更想小军阿姨，因为小姨的原因，他对沈小军也很有感情。
小姨经常带着他去书店，小军阿姨就会带他去买好吃的，带他去逛商场买很多东西，所以他喜欢小军阿姨比苏叔叔多。小没良心的，苏南又捏了捏他的嘴巴，然后将他放下，笑着苏叔叔现在没空，你先跟你小姨去找你姨丈玩，周末放假了叫上你小军姨带你出去玩。苏叔叔说话算话吗？不能哄小孩哦，小孩子都是喜欢出去玩的，洋洋不例外。苏南笑，苏叔叔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洋洋想了想，貌似苏叔叔是没有骗过他。苏南跟陆东明说了几句话，便带着几位高层管理出去了。数分钟后，海彤等人出现在总裁办公室里，洋洋又是向战印撒娇，撒了好一会儿娇，才被小姨提到沙发上看书写字。陆东明和战印的确有项目要谈，海彤也不打扰他们，就陪在外甥的身边。他先是发信息给姐姐，问姐姐有空了没有。海玲很快回复他晚上再聊。海彤就知道姐姐很忙了，也是姐姐在江城的公司刚建立不久，万事开头难，姐姐要到处跑生意，哪怕姐姐的公司背后有3大集团撑腰，但也要姐姐去跑才有生意上门的。靠在沙发的椅背上，海彤的视线落在外甥身上，思绪早就不知道飘到了哪里去。刚才那个张总，她记得是死了丈夫，有个几岁大的儿子。张总丈夫去世时，她儿子2岁大，她姐离婚时，洋洋也是2岁大。张总是接管丈夫的生意，从一个内宅贵妇人，一步步成为今天的女强人，花了几年时间，吃尽了苦头，属于坚强的女人。如果张总没有打陆东明的主意，单纯的生意合作，海彤还挺欣赏张总的。哪怕张总真的会和海玲成为情敌，撇开感情的事，张总依旧有值得海彤去学习欣赏的地方。在想什么呢？战意温沉的嗓音传进了他的耳里。海彤回神看向丈夫，只有丈夫一个人。陆东明不在办公室里了。东明哥呢？回去了。战印在妻子身边坐下，习惯性的先去摸摸老婆的肚子，里面有他们的爱情结晶。他天天看着，感觉海彤的肚子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别人则是说海彤孕象很明显了。刚才东明跟你说了句他先走，你都没什么反应，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能跟我说说吗？是不是生意上的事？洋洋将书本一收，塞回书包里，站起来扭身就扎入战印的怀里。姨丈，抱抱。战印宠溺地抱起了他。海彤说到晚上再跟你说。战印猜到他想说的事儿不能让洋洋听到，心里好奇到底是什么事情，他不愿意让他最疼爱的外甥听见。